到了空旷的地方，蓝忘机一放下魏无羡，就开始撕自己身上的凝元符，往魏无羡身上贴。魏无羡欲甩开他的手，你快别把符分给我了，我缓缓就好。你要是伤了，就没那么容易缓过来了。蓝忘机厉声道：别乱动。魏无羡听得好笑，蓝忘机这才当几天鬼，怎么就有本事凶起自己来了？可他看蓝忘机虽一脸凶巴巴的样子，给自己贴符的手却发着颤。这人总是这样，面上冰寒雪冻，心却热得很。他就这么呆坐着看蓝忘机给自己贴符，脑子放空，却又像是突然塞了好多东西。当初乱葬岗围剿，死的远不止他一人。魏无羡来这的一路上，不是没想过会遇见旧事，可他一心只想着寻血衣，早日助蓝忘机还魂，却没想到自己真遇上温家亡魂时，会是如此溃不成军。想保的人一个都未保住，不仅他一人，连那无辜的温家老小都被困在这乱葬岗，无法轮回。魏无羡木然道：蓝湛，你说的都成真了，我真的付出代价了。蓝忘机抬起头捧住他的脸：我还打你凶你千万别生我气。不生气。都怪我不听你的。不怪你。当初我该跟你回姑苏的，你要是把我关起来，起码我能不去祸害别人。蓝忘机不说话，手却捧得更用力了。魏无羡嗤笑道：也怪我在那荒山多快活，还来这人间作甚？蓝忘机的手微不可察的一颤，没有作答，任由着魏无羡一句接一句的叨念，却始终捧着他的脸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休养足时，魏无羡元神终于恢复，这才恍悟过来，刚才一时情急，竟将特意去寻的血衣留在了乱葬岗。坏了，我有东西落在乱葬岗了，蓝湛你等我。正欲动身，却听见蓝忘机淡淡的声音：不必去了。魏无羡不解：我已记起肉身在何处。魏无羡一愣：什么时候记起的？怎么不告诉我？蓝忘机不答，转而道：我明日便去还魂，你回荒山。那怎么行？我得给你施传魂术啊。不必。魏无羡怔了怔，蓝忘机补充道：你授我阵法，我自己会阵便可。魏无羡竟无话可说了，他缓了好一阵，才终于开口：也好，你能早点回去自然最好。蓝忘机默然。魏无羡装模作样的舒了口气：总算是搞定了，委屈你这段时间跟我过鬼日子了。不会。魏无羡总觉得还有好多话想说，此时此刻却又什么都说不出了。他想了半天，只挤出一句：明日就是7月15，不如你再多做一天鬼，正好我们一起过中元啊，怎么样？蓝忘机点头：好。那你先休息，我四处看看。魏无羡正欲出门，却听见蓝忘机叫住他：魏婴。魏无羡屏息：何事？蓝忘机望着他，像是要对他诉说什么，眼睛都比平日亮堂了，可下一秒又暗了下来。无事，你也休息。魏无羡的心也跟着暗了。魏无羡年年都过中元，却只爱逛庙会，吃茄饼。像放河灯、烧纸钱这档子事，是他从不稀罕做的。人世间众多祭祖传统，有一大半都没个谱。纸钱烧了，只会成屑；河灯放了，也不过给水面徒增一点亮。安然踏上黄泉的亡魂看不到，流连人间的游魂又哪里用得着河灯来照明？说来说去，不过是凡人的一厢情愿罢了。可中原的河边总归热闹，魏无羡一见热闹就忍不住凑上去，便拉着身边的蓝忘机直奔那人最多的地方去。魏无羡望着星光熠熠的河面，胳膊肘挤了挤蓝忘机：这些人啊，要是知道自己这么兴师动众放的河灯对死人其实没一点用，怕是要被自己愚昧死了。他看着周围的人，手里的河灯千篇一律，一飘上水面便分不清谁是谁了，顿时觉得没劲。果然生前不爱放河灯是对的，本来也没什么好放的。刚想离开，却瞧见身旁一农夫穿着的男子，点好蜡烛后，又往灯里放了个小巧玲珑的白玉盒子。魏无羡心想，这还有点新意。农夫将河灯捧在手心上，自顾自地念叨起来。魏无羡好奇心重，便前过去偷听。原来农夫这河灯是放给他亡妻的，
他妻子不识字，他便没法像别人那样将祝愿写在彩纸上。可他记得妻子生前有好长一段时间，老爱念叨城里卖的一种上好的胭脂，他嫌破费，又觉得买来没用，便从未放在心上。妻子死后，农夫特意进城，照着妻子的描述，去那家店铺里把这胭脂买来了。农夫对着河灯说：“若是还用得上，就把这胭脂收下吧。”魏无羡回来，把偷听到的告诉了蓝忘机，觉得不可理喻。这也太难为河灯了吧？别人最多也就是想要河灯飘久飘稳一点，他这一盒胭脂要如何凭空消失呢？可那农夫把河灯放上水面后，还闭上了眼，迟迟不睁开，像是在祈祷亡妻能显个灵，把他灯上的胭脂拿走。看他那虔诚的模样，魏无羡长叹了口气，接着飘到河面上，自作主张把那安然躺在灯上的胭脂取走了，回头撞上蓝忘机疑惑的眼神。魏无羡把玩着手里的白玉盒子，解释道：“你看他明明如此深爱妻子，生前却老是冷落人家，想要盒胭脂都不给买。现在他亡妻8成都投完胎了，胭脂是再也收不到了，他也只能趁着中原对河灯说几句真心话。我替他妻子收下胭脂，也算是了他一桩心愿吧。”那边农夫睁开眼，见河灯上的胭脂如愿消失，激动得发了狂，手捂着嘴环顾四周，说不出是在哭还是笑。魏无羡看得直叹气，人还在时不知道对人家好，没了才知道后悔，想着也真是伤心。蓝忘机深深看了他一眼，又垂下眼睛。魏魏无羡看着手里的白玉盒子，心思突然活络了。哎，蓝湛，就这么看河灯多无聊啊！我们爱玩个好玩的。蓝忘机微微蹙眉，却被他不由分说地拉着飘到河面上。我看了看这些河灯，有的能飘老远，有的刚飘没多久就沉了。那些来祭奠的人是真信放河灯这回事儿的，要是看见自己的灯沉那么快，怕是得胡思乱想了。反正他们看不见我们，不如我们就帮他们扶一扶，让灯飘久一点。于是今年的中原，在靠近襄阳城的地方，有一座镇上的河灯飘得格外的远。来河边祭奠的人只瞧见自己那盏灯顺顺利利地飘向远方，一直消失在视野里，却看不到半空里的2只鬼魂，一个板着脸，一个笑嘻嘻，却同样在为那些河灯保驾护航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活着的人也只能苦苦思念。若是思念能得到些回应，对他们也算是种安慰吧。一想到今天来这河边祭奠的人都能因这飘远的河灯心满意足地回家，魏无羡就格外畅快，笑得眯起了眼，却不见一旁蓝忘机看他的眼神悲伤的出奇。魏无羡眼睛忽然一亮：“蓝湛，我们也是死人了，要不我们也来给对方放河灯吧？”你方才还说这愚昧。魏无羡拍了拍蓝忘机肩膀：“他们放那是愚昧，我们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俩在一起，你放的河灯我是真能看到的。怎么样，放不放嘛？反正这人间也没人会念我，你不给我放，那就真没人给我。”有人念你。蓝忘机急声，魏无羡撒泼耍浑竟被打断，不知所措。蓝忘机认真看着他的眼睛：“定有人记得你的好。”魏无羡原只是随口一说，想装装可怜逼蓝忘机就范，哪知蓝忘机竟较真了，那双琉璃色的眸子流动着水光，就这么直直盯着他，盯得魏无羡想看又怕看，只得移开眼。“哎呀，蓝湛，你就说到底要不要给我放河灯？”“放。”魏无羡展颜一笑，心里像是吃了蜜糖一样甜，蹦跳着去街边的小贩那儿取来2盏河灯，心里默念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这位仁兄，我不是有意要偷你东西的，可我明天就见不到他了，我有好多事想和他做，最后都没做成，现在也就剩这放河灯能做了，你成全我可好？”小贩听不见不回应，魏无羡便不要脸，全当他默许了。蓝忘机见他手捧河灯从小贩处回来，人赃俱获，嘴唇微动，却终是没说什么。魏无羡再次不要脸，当他也默许了。魏无羡递给蓝忘机一盏河灯，见他点完蜡烛，便欲直接将河灯放上水面，赶紧制住他：“慢着慢着，蓝湛，你放过河灯吗？”蓝忘机坦言：“未曾。”“那你会放吗？”蓝忘机不语。魏无羡脸笑开了花：“就知道你不会。放河灯前是要先把河灯捧在手里许愿的，你想好许什么愿了吗？”蓝忘机沉思片刻，抬眼道：“想好了。”“好啊，那一起放。”魏无羡直接把河灯送入河里，
坏笑着看一旁的蓝忘机，正乖乖按他说的捧着河灯许愿。蓝忘机瞟了他一眼，你为何不许？魏无羡得意道：我又不信神佛，许什么愿？蓝忘机自认说不过他，摇了摇头，不再搭腔。这边魏无羡道来劲了：哎，蓝湛，你许的是什么愿啊？蓝忘机沉默了一阵，眼看真要开口了。魏无羡觉得自己不能再作怪。打住，蓝湛，你果然没放过河灯，可你没吃过猪肉，总该见过猪跑吧？哪有随随便便把愿望告诉人家的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蓝忘机仅听教诲，闭口不言了。